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更新刚刚结束了，大多数的更新呢都是要等之后的一些活动才会出现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关于部队和点点打法的问题。那么在游戏更新之后呢，在设置的部分，相信各位都会看到一个红点通知，进入设置查看就会看到这几个选项了。其中像是过滤友军信息、兵种显示，还有头像显示。像我们过去还没有更新之前，头像显示一直以来都是开启的，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关掉。在关掉之后，我们看到自己的部队还有自己的城市都是屏蔽掉的。那现在我们看原本的版本，就是看到你的城市上面有头像，而且这个是不会变成半透明的。当你关闭了这个按钮之后，你自己统帅上面的头像还有自己城市的头像都会消失，让你们可以在点点打法的时候可以更加方便、更加清楚的去看到敌人的位置在哪里。就算你正常操作都不会显示任何的头像。但是如果你担心之后打仗的时候，万一有一些统帅呢是已经超越了你的控制范围的话，你想要看是哪一个统帅，也可以选择不关闭的。虽然统帅头像还是会挡着你的画面，但是你拖动部队的时候就会变成半透明状态。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攻击敌人，但是自己的头像又不会消失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啦，其实它这个半透明呢，不算特别透明啊，所以有一点点会挡着视线。如果你们觉得还是很碍眼的话，最好还是把头像给关掉会比较好。接着屏蔽队友信息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？那起初我的想法是说，会不会是把我所有队友的头都弄不见了，然后我是完全看到地图是空白的。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队友依然还是蓝色的小圆点。那我们看一下开启之后这个会有什么改变。OK，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我的队友全部变成图钉了。其实还是一样可以看到队友的，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是完全看不见队友。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用这个方式来看的话，你也可以点选左下角的过滤友军，可以变成原本的状态。不过老实说，在过滤友军之后，其实会更加方便去看到敌人的位置在哪里，也更方便操作。而且这个更新没有像我想象中那么糟糕，我原本是想着说，会不会是全部消失，只有我一个人在战斗的话怎么办？因为说实话，其实在昨天为止呢，我依然还在 KVK， 所以我看到自己的队友呢，就是那个蓝色的圆点呢，有时候会挡着敌人的圆点。所以当我要攻击那些已经冲入我们人群之中的红色点呢，会比较辛苦，比较困难一点。现在已经变成图钉了，再加上你碰到队友的时候不会再出现下面蓝色的圆圈了，其实要打到敌人还蛮简单的。再来就是兵种显示，我看有观众说万龙觉醒也是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的盟友，都可以看到他们所携带的兵种。那么自己的部队依然是绿色的，队友是蓝色的。不过你们从我画面上也可以看到，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多个统帅叠在一起的话，其实它那个半透明真的没有什么作用。不过也确实的，如果你们要用这个方式去攻击对方的工兵骑兵呢，是真的可行了。所以就只能说之后的工兵骑兵就自求多福吧，有可能会变成针对目标。再来就是怒气的部分了。那其实如果你们是用传统的方式去打仗的话，怒气依然是不会显示在统帅头像的左手边，只能从画面上看到统帅的部队他们怒气值提升到多少了。不过其实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了，如果你是在远征那边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你的5个队伍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东西，但是依然还没有更新。不过这里也是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在打仗的时候一直拉车，因为这2天打 KVK 我都是用自己画面，有不少的观众一直问我这个问题啦。那你们可以看到，当我拉车的时候，其实我的统帅位置都是保持在下方，然后他们 AOE 打出去的方向都是往前面的。这个就是为了限制，不要给统帅他们绕到敌方后面去。因为正常情况下，当你不拉扯的时候，统帅就会围成一个圆圈。就比方说，现在我不拉扯了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司机已经跑到后面去了，就是说我的司机有很大可能会进到敌方的攻击范围之内，然后司机攻击的 AOE 方向将会是我自己的部队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呢，除非你是用圆形 AOE 的统帅啦，否则你这样子的打架方式呢，很难会打到敌方部队。所以你们看到有时候我拉扯呢，并不是说我要逃跑还是什么，而是我要控制自己队伍的方向。像现在我的队伍已经围成一个圆圈了，我只有3个队伍是往敌方的方向打过去而已，剩下的部队呢都是打别的方向。
当然这个拉扯方式呢只能短距离拉扯，如果拉太远的话你的怒气会断掉，这样子就没有什么效果了。拿回来说点点的玩法，那假设你是用点点的方式的话，才可以看到在统帅栏的左手边会出现怒气条，但是这边就衍生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之前一直强调的没有办法看到全部队伍，也就是说你要看怒气，你还要上下拉部队才知道哪一个统帅已经打出了怒气。这个算是我这一次更新最遗憾的地方啊，就是没有更改到这个部分，是可以再增加更多的部队进去了，或者是把这个界面缩小。那我是希望策划他们可以认真去考虑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东西呢我已经重复很多遍了。我并不是说这一次的更新不好，只是这个部分也修改的话当然会更好啦。那么再来就是聊天室的部分啦，之前有讲过我们讲的话全部都会变成一个主题，那显然我在这里试过了是没有的，或许要陆续更新才会上架吧。我在目前已经开启失落之地的王国也是没有看到，可能要等新开启的 KVK 才会有。再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更新，就是报告可以分享的，然后这个报告呢是默认收起来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其他队伍的报告，需要点开之后才可以看到每一个单独的报告。然后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合并报告可以分享了，我的天哪！像我这个合并报告已经攻击了5个野蛮人，我想要跟我的朋友分享，就可以直接分享去给他的聊天室，当他点开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，全部报告都可以看到。但是合并报告也是有缺点啊，就是合并报告并不能保存，它只能分享跟删除而已。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保存的话，你也只能保存下面1、2、3、4、5的报告，不能保存整个合并的报告。这一点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可惜的，因为像我自己本人有做影片的话，其实我会更希望可以保存合并报告，会更加方便我去查看。不过合并报告其实也算不错啦，就是你可以分享给其他的队友，他要拍下来也是可以。最后就是自己联盟里面的每一个职位都增加了描述，那么在之前只有描述 R1 到 R5 而已，现在是已经增加了关于一些头衔的职位可以做什么东西，因为官方在最近已经调整了他们职位可以做的东西，所以就把顾问跟其他的头衔区分开，可以更直观的看到这些职位能够做什么东西。那盟主呢，就除了退出联盟之外全部都可以做。战神、使节、圣女能够做的事情呢会比顾问少一点点，顾问可以调整黑白名单，然后可以给其他的R4头衔。不过这边可以看到普通的R4是已经不能补充联盟商店的库存了，只有拥有头衔的R4才可以去增加调整，还有盟主也是可以操作的。那所以玩家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啊，如果你们之后想要在联盟商店买一些货存的话，就必须要跟有头衔的官员讲。那么最后就是皮肤啦，这个是第8赛季的皮肤，这个之前好像有介绍过，我都忘记了。另外一个就是登峰造极的皮肤，我在之前也是有分享过给各位看了。那么严格来说，它的建筑本身的设计是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主要是特效不一样而已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啊，至于各位对于这一次的更新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